和死对头纪灵渊成亲多年，我俩点着过房子，打翻过院墙。皇帝趁他北征，一杯毒酒要了我的性命。皇帝以为没了我，就能让他的三公主嫁给纪灵渊。我也以为自己死得无足轻重，可我们都错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在睁开眼，看见的就是和手下将领比武的纪灵渊。他抬手蹭了下脸上的血，伸出舌头舔了舔。北境的风吹得军旗猎猎作响，他站在一片勉强能称之为演武场的空地上。人看着瘦了，也黑了，下颚骨上有道新添的疤。我情不自禁地靠近了一些，伏在他的耳边悄悄道：“纪灵渊，我死了，知不知道啊你？”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有点气闷，却又为自己幼稚的行为觉得好笑。也罢了，别说他现在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了，估计也就是应一声的事。3天前我还是留守京城的质子王妃，纪灵渊走了2个月了。我5天前突然觉得身子不适，招来府医一看，竟是有孕3个月了。一时觉得心中困顿，想着去寺里拜佛。回城时，西郊的林子呼啦啦地冲出了一路禁军。我坐在马车里，就知道天命已至，左右活不下去，总要多有几个人给我送葬。我夺了一柄长刀，一人杀出重围，勒马飞奔。快追！早说了这娘们会武，怎么就派这几个人？皇帝今日摆宴，旁的人都去冲肉林了，别废话，快追，不然咱们都要掉脑袋。骏马飞奔去往城中，却忽地从旁边冲过来一个小女孩。眼看着马蹄子就要落下，我用力一勒马，前蹄高高扬起，堪堪后退一步，险些把自己甩了下来。再一低头，一根2根羽箭就穿过了我的胸口。死前我脑中的最后一个念想是，狗皇帝向来杀人灭口，可这孩子还这么小。鬼差说我尘缘未尽，叫我回来进了孽缘。我本以为是要替我那3个月的孩儿赎罪，却不想一睁眼直接到了纪灵渊这里。不过倒也没错，我们2人确实说得上是孽缘。我是萧家嫡女，7岁上战场的小将军。纪灵渊是先帝的9皇子，打小带兵就是奇才，颇受先帝疼宠。我的父母是西漠战场的雌雄双煞，被老皇帝亲指教纪灵渊带兵，我俩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。他少时母妃慈爱，父皇偏宠，养的性子温和中带着肆意的野性。我俩的年少时节也曾真心待过彼此，可先帝杀了我的母亲，我爹日夜的哭求，交还虎符，解甲归田，都抵不过一句莫须有的罪名。母亲被车裂的那日，爹爹带着我去观刑，母亲流血的双眼紧紧地盯着我，像是要把我刻进他的眼中。我撕心裂肺地哭喊，旁的百姓伸手把我从地上拉起来，身边响彻了大大小小的哭声。他们说，将军死得冤枉，你要替他报仇，你不能倒下，不能跪下。人头落地，血溅了好远，我挣脱人群冲上去护住母亲滚了3圈的头颅。官兵来拉我，我就龇着牙咬人，眼泪鲜血流了一身。滚开，放开我娘，我娘没罪，是您无。爹爹冲过来，咬着牙捂住了我的嘴。那个官兵悄悄地推了我们一下，我爹抱着我和娘的头没入人群。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母亲是怎么被冤死的，我要给母亲报仇。我和爹爹回了西漠，纪灵渊也曾去找过我，他在我的营帐门口站了1整夜，我都没有见他。第2日我出来时，看见了纪灵渊离去的背影。从那以后我就疯魔了，战场上每一颗人头都像极了先帝。我娘走后的日日夜夜，爹爹都像是被人毒哑了一般沉寂。我恨极了先帝，可还没等我给母亲报仇，先帝就死了，是我爹杀的，没人知道他怎么做到的。先帝外出秋猎，爹爹1人1马连夜千里奇袭，一柄100斤长弓破空取了他的命，这是株连9族的大罪。可我和爹爹没有9族了，我萧家世代金戈铁马，皆为良将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只剩下我和爹爹2个人了。可到最后只死了爹爹1人。新帝登基大赦天下，我不知道纪灵渊和皇帝做了什么样的交易，把我娶回了摄政王府。大婚之夜，我俩刀剑相向，砍断了龙凤喜烛，聊到喜帐。大火滔天，我拖着纪灵渊出了婚房，他被烧得脖子落了疤，
我被砸的小腿破了好长的口子。这就是我的荒诞又滚烫的姻缘。纪林渊的营帐里铺着一张完整的虎皮，这本是他送我的吉吉礼物。当时诸事纷乱，我恨着和先帝有关的所有人。一听说虎皮是他送的，我就叫人扔出去了，没想到是被他自己捡回来了。其实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我伏在他的身边，絮絮叨叨地自说自话。当时母亲刚走，没人记得我的吉吉，这是我收到的唯一一份吉吉礼物。纪林渊当然听不到，他坐在木屐前什么都没干，撑着头好像一直在等什么。这时刚好军中信使来报，纪林渊站起来快步出去迎，如获至宝似的捧着封信回来，说我给他写的家书。他望着信喃喃道：如歌。虽然我已经死了，但听见这声音我还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我俩的家书不过是给皇上做戏，我写的都是照着话本子里给参军丈夫的话照抄，他回我的也都是些问安的废话。但其实他是很在意这一封信的吗？纪林渊看信看得痴迷，与以往每归家见我总是冷着张脸，床子之上也毫无联系，总要打架似的用力的纪林渊截然相反。我靠近了一些，坐在他身边，假装把头靠在他的肩上。倘若早让我知道你对我有情，咱们也不至于走到这步。纪林渊把信郑重收好后，便拿起长枪练了起来。这时恰好有人掀开帘子，长枪直冲那人的脑门而去，在他额前半寸停了下来。来人被纪林渊吓得够呛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我过去细看，心里冷笑了一声。三公主，这就等不及了。从京都到北境，马车要走1个月，原来从那会儿起他就知道我会死了。纪林渊收了长枪，眉头冷硬地蹙起，问道：三公主，谁放你进来的？不是谁让他来的，也不是为什么要来，他对三公主的事一点不在意，他只在意为什么镇北军会放他进来。三公主生得真儿花容月貌，只可惜是个喜欢自己亲叔叔的变态。他小嘴一嘟，就要拉着纪林渊的手，被甩开了，还气得跺了下脚。我有父皇的手谕，谁敢不放我？阿渊，你这镇北军不也是父皇的吗？公主该叫我皇叔。纪林渊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转身走了。我跟在他身后，转头对着三公主扮了个鬼脸。他没看见。自打三公主来了之后，日日都缠着纪林渊，在他面前装的温柔娴静，活泼娇憨，背地里把侍女打得身上都没一块好肉。皇叔和我是血亲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他凭什么看都不看我一眼？萧如歌那个贱人就这么得他喜欢？阿渊是我的。贱人，死都死了，赶紧把我的阿渊还给我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手上拿了个写我生辰的草人，用刀剌得破烂。说来真是怪了，这三公主今年才刚及笄，纪林渊比她大了8岁，我俩成亲的时候，这季雪才7、8岁。这姑娘难不成是画本子里写的那种，抓周抓到摄政王？她恨我恨得莫名其妙。纪林渊起初不爱她是因为我活着，现在不爱她是因为我死了。他一气起来就在营帐里摔打，明显皇帝知道自己的女儿什么德行，给他拨了24个侍女，怕都打死了没人伺候。他问身边的侍女：你确定阿渊在北境没有通房？侍女跪在地上回他：确实没有。季雪起身揽镜自照：那就好办了，阿渊这样的男子一看就龙精虎猛，总忍不了太久。说罢，他又拿身布料少得宛如没有的衣裙往自己身上比，一边看一边喃喃自语：这北京就是太冷了，希望晚上别让我白受冻。我冷眼看着，嗤笑了一声，不是笑他自不量力，而是笑他得偿所愿。纪林渊每出征回来，总有几晚折磨的我翻个身腿都打颤。我有一回和他吵架动了手，把他的脸扇得通红一片，大喊：你他娘的，有本事别来睡我！该干的都干了，还装什么？纪林渊冷着脸看我，末了突然笑了。萧如歌，若不是军中没有女子，我又不好龙阳，早就用不着你了，还真以为自己多重要，值得我守身如玉吗？季雪别的不讲，就这一张脸确实是够好看的。他们皇家的人一般的下贱，配到一处正好。季雪说干就干了，入了夜偷摸的进了纪林渊的帐。我没跟进去，季雪有的我都有，纪林渊有的我都看过。这俩人欢好，
也没什么好好奇的。我躺在帐上看着北境的月亮，只觉得这和西漠的月色真像。月亮大，大月亮，黄黄亮亮，真漂亮。滚！我正来了兴致作诗一首，就听见纪林渊一声大喊，外头巡逻的士兵掀帘子，我跟着一块进去。只看见季雪被掀倒在地上，双眼通红，泪珠一连串的滑落。身上那件衣服本就轻薄，这会儿更是什么都遮不住。那俩巡逻的士兵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好在纪林渊张了嘴，把他带下去。今日巡逻的都去领十军棍。嚯！季雪还在地上坐着，一把推开来拉他的侍卫，跪在地上蹭蹭蹭地爬到纪林渊脚边。阿渊，阿渊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这么众目睽睽地叫我回去，还罚了人，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啊？你试一次就知道了。阿渊，我找了嬷嬷教了我，准能把你伺候好。阿渊，阿渊，你看看我，我比萧如哥那个贱人好看多了。那个贱人，他爸杀了黄爷爷，他是个罪人的贱种。纪林渊本来只是冷眼听着，从他开始骂我那刻，忽然动了怒，一双满是老茧的手掐住了季雪的脖子，他挣扎的眼泪鼻涕横流，喉咙咯咯作响。林渊，别杀他！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声，忘了纪林渊听不见，但他总归还有理智，把季雪往地上一扔，你不配提他。季雪被人架着送回了他的营帐，纪林渊披了件大氅，独自走到了营地外。我站在旁边用余光看他，怎么了这是？午夜伤怀？不是说但凡有个女的都不和我睡吗？噗，笑死我了！纪林渊，你还真为我守身如玉啊！不好笑，为什么我现在才知道？后头几日季雪都老老实实的，好像在盘算什么新的法子。比他的法子先到的是京东信件，这会儿我才注意到，我的家书走的都是快马的官道，只不过这篇不是我写的罢了。我站在纪林渊身后看信，这信的字迹真真的像，我自己都看不出来不同。内容也别无二致，是些无聊的话，只是多了句倍感思君。纪林渊看得眉头紧锁，倍感思君，想我？想我做什么？这是寂寞了。难道说这不是给我的，也是我的名字啊？说罢，他还闻了闻信纸，抬头后不确定的又嗅了两下，换熏香了。我惊讶地看着他，我其实不爱用香，只是看纪林渊有一回被花香呛得咳嗽，为了气他才用上了。没想到他竟然注意到了。纪林渊看着不似上次那么兴奋，两手捏着信纸摩擦了下。他紧盯着这张纸，不知在看些什么，半晌忽然愠怒了，手一握就把纸凝做了一团。这不是如哥写的。他的眼神好似淬了毒，横过去一眼看着信使，周身的将士呼啦地围了上来，信使被一踹膝窝就跪了下去。这信是谁给你的？信使一个劲地磕头，大喊冤枉。这就是王妃的信啊！小的再怎么也不敢。他话没说完，已经人头落地。纪林渊抬眼看去，季雪就站在不远处，一脸的惶恐，堪堪后退了2步。回京。纪林渊道：我摄政王。楼云忽然来犯。我说回京。摄政王。周遭将士跪了一片，只剩下他和季雪相对而立。季雪被吓得抖得站不住，扶着侍女的手堪堪露出个难看的笑来。纪林渊收回视线，看了一圈身边跪了一片的人，脸上露出来些难以言喻的茫然。他好似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，半晌还是接过了东谋，上马应战。我跟着林渊上了战场。这不是我俩头一次并肩作战，只不过原先是在西漠，如今是在北境。夜色浓重，楼云逃出几十里，营地里点起了篝火，一群人围着篝火又唱又跳，吃肉喝酒。季雪不知道从哪学的歪门邪道，穿得单薄素净，跪在纪林渊的营帐门口等他。见到他回来了，季雪娇娇弱弱地开口：见过皇叔，雪儿给皇叔认错了。他认起错来，眼泪说点就掉，凄凄爱爱地抓着纪林渊的衣角。雪儿之前不该那么不知礼数，可雪儿对皇叔是一片真心。都说江山配美人，雪儿不敢托大，但也称京都第一倾城。皇叔胜仗归来，可要雪儿在侧陪侍。他把自己的姿态放得极低，看得我都一愣一愣的。
纪灵渊也缓和了脸色，面上带着点笑。我暗中偷拧他的后腰，可他感受不到。季雪看他脸色不错，顺杆子往上爬，站起来就要服侍他卸甲进帐。旁的将领面子上却都不好看，甚至还有人背过了身。我正困惑，哪成想纪灵渊直接撕了季雪的衣裳。季雪尖叫了一声，捂着胸口嫣红的肚兜，眼泪潋滟地看向纪灵渊：“皇叔这是何意？我记性向来不大好，只是想问问你，所谓错事，是不是你穿成了这样，半夜进我的营帐发浪？”季雪没想到他竟这么羞辱自己，一张脸红了个透，也不知是气的还是羞的，哭道：“雪儿没有，皇叔何故如此羞辱雪儿？”这会儿再看过去，我才注意到，纪灵渊脸上早没了笑意，冷得像是1月的北境。三公主不就是喜欢这种调性吗？本王还以为这是合了公主的意。说罢，纪灵渊就自己进了帐，把他自己留在了门口。我觉得好笑，围着他转了2圈。你这张嘴真是够劲，这么看来，平常和我吵架，竟都不是说放水，该说是泄了洪的。他又拿起了上次那柄长枪，我这才注意到，这竟是我原先用的枪。我还以为是抄家的时候被收走了，没想到竟在他这儿。纪灵渊轻轻抚摸那柄长枪，末了还落下一个吻。如哥，我有点怕。我想说别怕，别怕啊，纪灵渊。我娘都说你带兵很好，不过一个楼云而已，没什么打不过的，不值得你怕上一下。却不知道他怎么回事，好似听见了我说话一般，自顾自道：“你还在家吗？我好怕我一回家，你已经不再等我了。”我本是很想让他早些回京的，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尸体被埋哪了，总觉得心中有点缺憾。可这是我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希望他别回京。林渊，你这么爱我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果真如我所说，楼云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纪灵渊只用了半个多月，就让北境重归平静了。可他受了心伤，不知是不是为了快些回京，纪灵渊颇有股子不要命的狠劲，腰侧伤得最深，那口子深得将近1寸。当天晚上的人包扎了下，纪灵渊就上马走了。大部队回京领赏要等明日一早，他就连这么几个时辰都等不了。官道快马换一次人一般也要10日，可纪灵渊只跑了6日。他站在摄政王府后院门口时是深夜，京城宵禁，他把马拴在了城门口，自己翻墙进来。我站在他面前拦着：“纪灵渊，别进去了。”纪灵渊推门的手都在抖，晃得我落了一滴泪。你别。他定了定心神，穿过我的身体，一把推开门。后院里灯都黑了，纪灵渊僵在原地，不甘心地推开我的房门。没有人。他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，不知是谁发现纪灵渊回来了，大呼小叫地点了灯，喊着：“王爷，您怎么流了这么多血？”纪灵渊没听见似的抚开了所有围上来的人，执着的一扇又一扇门的开，一处又一处的找。周遭的人逐渐寂静无声，等他第3遍进我的屋子时，黎黎突然跪地痛哭：“王爷，王爷，您给王妃做主啊！王妃有了身孕，去寺庙祈福，竟是一去不回啊！奴婢去报官，去宫门求，去沿路找，那地上分明有那么多血，官府说他们不管，他们不管。”纪灵渊不知是累了还是伤口太疼，扶着我的房门慢慢跪了下来，他的头抵在门槛上，咬着牙一个劲的流泪。我没走。我蹲下来抱他，冲着他笑，给他擦眼泪。可你怎么不理我？怎么不理我啊，纪灵渊？我没走，我没走啊，纪灵渊。纪灵渊，你看看我，我在这儿呢，你看看我。你怎么看不见我？你怎么就看不见我了？有人来搀纪灵渊，可他不走，直挺挺地往我的屋子里冲，充耳不闻地翻找。纪灵渊，你是不是傻啊？我怎么可能藏在首饰盒里？可他不听，执着地惹人烦。其实母亲死后，我回京看过他，只是他不知道罢了。那会儿我恨皇家的人，唯独对他恨不起来。我偷着去看刚立了府的纪灵渊，他的王府萧条的还不如西莫沙场，只有他和一个管家，一个老嬷嬷。我四处去打听，人们说纪灵渊的母家出事了，被抄了家。纪灵渊性子执拗，金銮殿上冷笑一声，戳先帝的肺管子。
左右不过是因为你疑心太盛，所有人都能通敌叛国，我母妃是，白将军也是。白将军是我娘。那会儿他就是这样，把先帝气了个半死的结果自然不好，但他毕竟是先帝最喜欢的儿子，靠着昔日父子情分留了条命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挨过了失宠后的明枪暗箭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东山再起，成为权倾朝野的摄政王的。但我知道，那一定是腥风血雨的年岁。摄政王连夜归京的事瞒不住谁，第二日皇帝就把他请进了宫。纪灵渊一夜未眠，眼睛红得像是要滴血，只平常的看过去，都吓得皇帝一激灵。可有人大抵是学不会老实，明明怕得要死，还要摆皇帝架子。朕的三公主去了北境，九皇帝怎么不陪着她，反而自己率先回京？纪灵渊道：因为本王不是罔顾人伦的下贱东西。皇帝和一干宫人都听愣了，没人想到纪灵渊会这么说话。皇帝用手指着他，你了半天，也没想出来一句话回他，最后无能狂怒地摔了个杯子。大胆！旁的人哗啦啦跪了一地，只有纪灵渊还站着。他看了皇帝半晌，是皇兄先言而无信的，对吧？说罢就走了。我一时间忘了动，竟也没被那股奇怪的吸力拽到纪灵渊身边。见他离开，底下跪的大太监赶忙来给他顺气。皇帝那副经不住事的德行，竟也拿了下来，面无表情地摆了下手。他不会真反的。皇帝这话不知道是说给谁听的，我只觉得他冷下脸来的样子，还真和纪灵渊有三分相像。纪灵渊几乎去了条命才坐上摄政王，饶是他用虎符当年求我把萧如歌嫁给他，有几分真心，但人在高位坐久了，谁想过会刀尖舔血的日子？为了一个女人，他不会的。他似乎在安慰自己，也像是在说服自己，到时候把雪儿指给他，再还他虎符就是了。左右也没什么可用的了。我其实觉得他说的不错，纪灵渊固然爱我，但不至于为了我连摄政王的名头都不要了。可我却想错了，我和皇帝终究是小看了纪灵渊疯魔的程度。纪灵渊直接杀了纪雪，我看着纪灵渊上马时就觉得心里狂跳，看他的背影莫名的觉得熟悉。那年爹爹去刺杀先帝，兴许就是这般模样，身上是浓得化不开的杀气，拎着一柄长弓连夜出城。京都第一场雪落下前，纪灵渊杀了纪雪和他身边的所有人。纪雪倒在地上往后爬，秽物被吓得流了一地。纪灵渊拔出一根羽箭，把他的手射穿了，扎在地上。我只问你一遍。他居高临下的站着看向纪雪，眼神冷得像是在看死人。萧如歌在哪？却不想纪雪忽然发了疯，他被纪灵渊踹了一脚，口鼻呼呼的冒血，笑得呛了几次。哈哈哈哈哈！萧如歌，萧如歌，那个贱人，他爹杀了你父皇。纪灵渊，你是个没心肝的东西，居然爱上了杀父仇人之女，你也该死！他忽地止了喊声，诡异的笑着看向纪灵渊，来啊，射箭，杀了我！你不是想知道萧如歌怎么了吗？他死了，整个人都被射成了刺猬，死了！哈哈哈哈，都这样了，他还要护着那个路过的小贱人，他配吗？他不配！纪灵渊，皇叔，你忘了他，你忘了他好不好？他是贱种啊，他是罪人的孩子，你这么风光霁月的人，你这么好的人，你是万民的英雄，你怎么能爱他？父皇说你为了他求父皇，连虎符都不要了，从来没人这么对过我，皇叔，从来没人这么爱过我。他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就爱他，他凭什么？我在宫里争啊抢啊，我是父皇最疼爱的孩子，可我过得如履薄冰啊。皇叔，我听闻你们大婚他捅了你一剑，你为什么还要爱他？为什么啊？纪灵渊听得生生折断了羽箭，他极为缓慢地点了点头。纪雪的脸上出现了疯狂的期冀，甚至不顾被钉在地上的手，就要扑上来，惨叫声尖锐地划破天际。你答应了，你答应了是不是？皇叔，我知道你是会爱我的，我知道。可纪灵渊只是走过去，踩住了他的脸，重重地碾了下去。纪雪的尖叫和呜咽都被堵回了嘴里，化作变调的哀鸣。你说的对，纪灵渊道，我不该射杀你，
你不配和如歌一样的死法。我曾听过一种酷刑，将人的筋骨都敲碎了，装进坛子里，再往皮肉上开一个小口，把饲养的白虫也放进坛子，它就会顺着你的伤口爬进你的体内，一口一口地吃空你的身体，最后只剩下一张人皮。你若聪明些，告诉我如歌在哪，我就只砍了你的头。你若不识时务，我就试试这虫子吃的你只剩下皮了，是不是还这么招人厌？季雪没撑住，松了口。可纪凌渊还是把它敲碎了，装进坛子，还叫人送去给了皇帝。纪凌渊已经疯得不轻了，他一人带着马走到了西郊，皇帝就把我的尸身藏在了这里。说来也巧了，这片林子是我头一回和纪凌渊相见的地方。那会儿的日子可真好啊，我俩都还年少，他跟着先帝去国寺祈福，偷着跑出来玩，在这儿看见了正在掏鸟蛋的我。我一低头就看见了底下的纪凌渊，面白如玉的少年郎，下意识地伸手怕我掉下来。我觉得他好笑，翻身一跃，稳稳地落在了他旁边，把手里的战利品递过去，吃鸟蛋吗？可他摇了摇头，雏鸟的父母回来会很难过的。那会儿的纪凌渊多良善啊，怎么会想出来把人塞进罐子这样的酷刑呢？纪凌渊站在树下往上瞧，明显也想起了这件往事。他喃喃一句，原来这棵树并不高，只是他那时矮，才觉得头顶那个女孩好像坐在云端。我跟着他走了几圈，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一块明显翻新过的土地。纪凌渊慢慢地跪下来，用手一点一点地挖。这个月份不算很热，北境已经下了雪，我的尸身还没完全腐败，但这副模样真真儿看得我难受。人已经开始腐烂，脸上身上的皮肉没一块好的，坏成一条一块的挂在身上，小腹微微隆起，若是剖开了看，里面约莫还有烂着个未成形的孩子。我就这么看着，都感觉自己闻到了腐臭的气味。纪凌渊手颤得厉害，把我的尸体抱了出来。不过是具空壳，不必如此。我干干巴巴地安慰他，京都却忽然下了雨，雨水冲刷了我尸体上的腐肉和泥土。纪凌渊把我死死地抱进怀里，他压抑的呜咽和悲鸣在雨里绝望地嘶吼。他一遍遍叫着我的名字，亲吻我破败的嘴唇，贴近我缺了一大片的脸，坐在他的旁边，倚着他的肩。雨落在纪凌渊的身上，却穿过了我的身体。纪凌渊这次回朝就没奔着好下场来，北境兵马只跟来了1万不到，都等在东郊。但这1万是饮血啖肉的北境军，对上养尊处优的京都卫队。这么说吧，我懈怠武功这么多年，死前怀孕3月，还能一人杀出京都卫队的重围。京都要变天了。皇帝已经收到了装着3公主的坛子，他被吓得从台阶上滑了下去，正好撞破了坛子，软弱无骨的季雪从里面流了出来，被疼爱他的父皇一巴掌扇到了一边，当场就咽气了。皇帝当场就要集结兵马活捉纪凌渊，此刻他的侍卫总管才连滚带爬地冲到他面前跪下，大喊道：陛下，东郊有1万北境军。我看着勤政殿一片慌乱，却一点都笑不出来。他多像先帝啊，刚愎昏庸，多疑且无能。我不希望纪凌渊和我爹一样的下场，他若逼宫篡位，是会成为一个好皇帝的。虽然纪凌渊已经疯魔了，但我还是能窥见他心底的悲悯。骑马来要皇帝命的路上，他还给乞儿扔了把铜板，可他是真的疯了，单枪匹马进了宫门，无数弓箭对准了他，却没能停下他的脚步。纪凌渊找到皇帝时，他躲在龙椅的后面，被找到后激的嗷嗷乱吠，咚咚的磕头求饶，一股脑儿的把虎符都拿出来往前推。你放过我，放过我吧，皇帝，这是你的虎符，还给你，都还给你，还有西漠萧家军的，都给你。我退位，我这就写诏书，你来做皇帝，给萧皇后建庙。朕不，草民日日去参拜。纪凌渊没说话，他弯腰捡起了萧家虎符，抬头的瞬间，皇帝骤然变脸，匕首闪着寒光刺来。我心骤缩，纪凌渊抬手就挡，刀子穿透掌心，鲜红一片。可纪凌渊仿佛无知无觉似的，转头掐住了皇帝的脖子，就这么掐断了他的心跳，扔到一边。闹剧结束，纪凌渊起身要走，
旁边一圈人才围了上来，左相打头跪下喊道：“请陛下登基。”原来这些年，他这个摄政王也不全然是把自己当将军用的。我莫名怅然一瞬，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体浅了许多，看上去似乎就要消散了。也是，鬼差说我尘缘尽了，就该去轮回，眼下诸事都解决了，也该到离别的时候。滚开！我被纪灵渊冷不丁的声音吓了一跳，回头去看，才发现他绕过了一地的人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他回了摄政王府，给我的尸身穿衣描眉，这眉描的真真而难看，一边粗一边细，口脂的颜色是我爱用的，只可惜不称复古。打开抽匣，里面放着一个荷包，这是我给纪灵渊绣的。我俩之前出街，他看了好几眼别人身上妻子绣的荷包，他这次开拔前生辰到了，我也试着绣了一个，只可惜把鸳鸯绣得像。这是马吗？至少不是马。纪灵渊，你他娘的给我放回去！你才是马，你全家都是马，你们姓纪的没一个好人。纪什么渊？林渊？纪灵渊？这是给我的。他捧着那个荷包看了许久，中间蹭了好几回眼泪，之前不管不顾拔下的匕首流了不少血，蹭得他脸脏了一片。我无奈地叹了声气。他小心翼翼地收了荷包，整个人看着有种悲痛的喜悦，带着我的尸身上马出了城。走的这条路我再熟悉不过，是去西漠。西漠的将领大多认识纪灵渊，他们不像我小时偏执，并没有把母亲的死怪罪给他，见了面还是笑呵呵的。纪灵渊手握西漠虎符，将我的尸骨藏在了母亲的头颅边上。他腰间挂着荷包，坐在我的坟前喝了一夜的酒，潦倒的被出血落了一身。西漠不比北境，是纪灵渊的亲兵，穷的要揭不开锅。没有余的银钱置办，纪灵渊直接住进了我的营帐。他掀开帘子，是我忽然想到什么，只觉得发尖都要炸开，飞扑上去拦他，却从他身前穿了过去。不许进！没人听见我的喊声，纪灵渊一掀开帘子就愣在了原地。这屋子里堆放着20多个大箱子，还有的箱子上蒙了兽皮，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是主人拿来当椅子的。每一个箱子打开都是他送我的物件，小到一朵干了的花，大到金丝浮云的狐裘。少年人心底的爱恋如同猛火，我俩飞驰在干燥西漠的草原上，旷野的风吹来，火势就蒙蔽云天。我们就这样炽热地爱了很久，直到我母亲横瞪双眼，流着血泪死不瞑目那日。我把她送我的东西都收了起来，舍不得扔，却不敢看见。西漠好喝酒，每每醉过，我就把它们翻出来再看一遍。我嫁给纪灵渊这些年，所有人都以为我们相看两厌，就连彼此也这么觉得，可我们却实实在在的相爱了。在刀光剑影和冷言相向的日日夜夜，都在心里惊心动魄地爱着对方。画本子写尽的悲痛是两人爱过，但不曾相爱。可我们是相爱了，但又在心照不宣的恨意下蹉跎。他看着满屋的箱子静默，我就在他的对面站着。若是我还活着，呼吸定都相融。新帝登基，对纪灵渊的忌惮只多不少。大手一挥，把纪灵渊留在了西漠。可他不给军饷，朝廷荒淫，日夜亏空。纪灵渊领着将士们开地农耕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西漠紧挨着城栏，城栏的突袭是在冰封3尺的夜里。纪灵渊穿着银甲，手握我曾用的那柄长枪。此一战他会死，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，可纪灵渊却大笑了出来。他笑得狂放，一勒缰绳，回头看了眼身后的将士，抬手高喊：为了大庆，为了大庆！这般一呼百应，烧得我血液沸反盈天，灵魂都在亢奋。纪灵渊一夹马肚子飞也似的冲了出去，万千将士跟在后头穿过我的身体，大地要被撕裂似的颤动。我站在原地不动，身体却愈来愈轻，脑海中回想着他最后那句话：为了如歌。我眼前景色一转，又到了生死交界之处。鬼差看了我一眼，恭敬道：恭喜几位将军尘缘已了。几位？这话听得我奇怪，下意识地回头去看，爹并肩娘正站在那里。爹娘，我跑过去被他俩稳稳地接住，一向坚强的娘眼泪珠子断了线。她紧紧地抱着我，抽抽噎噎道：娘的孩子，娘的哥，苦了你了，
还这般年轻。我依偎在娘的怀里，爹站在一旁笑着看着我。死前要有许多年没见爹笑过了。他指了指我身后，回头看去，是纪凌渊站在那，犹犹豫豫的没有上前。我对他笑，怎么，皇帝都敢杀，见我却怕了？他顿了一下，小声道，对不起，没。我上前堵住了他的嘴。若无流水闲云逝，便来烹血成姻缘。临渊羡鱼不如歌，枯骨放马也成仙。此去经年，万事成全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